师姐，师傅真是那么说的？不管是还是不是，人总要入土为安，否则这件事情闹下去啊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师傅说的是，也是怕师哥下不来台。他是个刚硬的人，不知道转换。现在爹病着，他要再这么坚持下去啊，恐怕今后吃亏的是他自己。不过我知道我这么做，师哥他心里一定是在怪我。不会的，他肯定知道你是为他好。其实那时吧，马镖师没了，师哥比谁都难过。马师傅，我第一次走镖，是您带我走。我受过您的恩惠，您跟我说过，镖门清贫，但是活得清白。启平啊，你去劝劝他，别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。你怎么不去啊？我去怎么方便呢？我知道，没过门嘛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臭小子，去还是不去啊？我去，反正从小到大我就是你们俩的传话筒。我去了我就跟师哥说，师姐想你的，不好意思说。臭小子，你敢！臭小子，你还求我呀？让你说，快去！不去。一会儿回来吃饭啊。哎。他往常都不来散龙镇，不会是看穿咱们了吧？他是遇上愁事儿了。师哥，马大哥已经入殓了，明天下葬。看来我是不能给马大哥送行了。马大哥，我刘安顺为你送行，请喝我一杯酒。朱哥，咱哥俩一块儿敬马大哥一杯。之后，叫大伙准备好，准备上路。有镖要走啊？戴海辰，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我是来向戴海辰挑战的，你去叫戴海辰出来。大清有这样的军装吗？从来没见过这样。你私做军装是重罪，拿下！关府。这么沉住气的，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戴海辰，出来！你没资格跟我们总镖头比武，请回吧。戴海辰不出来，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。太古镖局就别开野了。既然这么野，我就领教。住手！怎么回事？踢场子的。这位朋友，太古镖局明训，不与外面的朋友比武。如果朋友要小留几日的话，我们镖局愿意做东；如果朋友不便久留的话，我们镖局自有心意奉上。这位是什么人呐？这是我们刘大镖头。大镖头，
说话不硬气啊！我说，你是开镖局的还是开客栈的？张口打奸，闭口住店的，俗不可耐。告诉你，本王爷来这儿就是为戴海辰。你闪一边去，没工夫跟你啰嗦。行，有点意思啊。在泰国，没有人敢对我师父这么不敬。好，有点血性，本王爷看得起你，就跟你过几招。怎么着？我不跟空手的打，你去选件兵器。我的手就是兵器。既然你要比武的话，就请您先报上姓名来吧。本王爷的姓名，岂能告诉你们这些小民？过2天，我的兄弟就会都赶过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可都是一帮如狼似虎的家伙，你就跟在他们后边，就会有金山和银山等着你捡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可算是跟对人了。哎，昨天你杀过爷那一刀，可真是快呀！少能耐，不算什么。你砍我一刀，啊，你砍我一刀。大镖头，不可无礼。这位官爷，恕在下眼拙，未能请教您的官会是？嘿嘿嘿，来了个失礼的，有点见识。那我考考你，看看我这身衣服，猜猜我是什么身份？少东家，咱是走镖的，跟官兵没少打交道，可没见着大清朝有这样的军装，8成是假的。他还说他是王爷，怎么着？猜出来没有？依我看呐，您这身衣服应该是清军入关时的款式，这现在的人可见不着了。嘿，有点意思。贴边了，接着说。清军入关之后啊，这论功行赏，封了8个铁帽子王，是世袭罔替的。依我看，您这身儿是铁帽子王的战袍啊。哎呀，说你识货，你还真识货呀！怎么着，见了本王爷还不下跪？原来是铁帽子王的后代，真是失敬失敬啊！不过小民还有一件事情请教。听闻这铁帽子王的后代永保爵位，不过有几位被夺了爵位，敢问有这等事？胡说！胡说！不是污蔑，不是污蔑。你看，这李亲王在嘉庆年间被夺了爵，睿亲王在康熙年间被夺了爵，这肃亲王在顺治年间死在了牢中，这都是有史可查的。你能对本朝历史如数家珍，不愧为大买卖人。谢大掌柜。铁帽子王如果获罪被免了爵位，爵位也要由亲族选定的人来继承。当今的摄政王是醇亲王载沣，一位铁帽子王。您是一个不明一文的人，不过我的血统和皇室有些渊源。说句大不幸的话，当今的皇上见了我，那得叫声三叔。血统这玩意儿，哎呀，想赖都赖不了。你可以不认我，但没法不认祖宗啊。您说是这么个理儿不是？你是嫌我出卖了过瘾，怕我也出卖你？是我劝说山寨兄弟们叛变投靠你的，这些山寨的兄弟们他都听我的，你是想杀了我，完全控制山寨，对吗？那是为什么？你的刀太快，让我感觉心慌，因为我也是个刀快的。看到别人的刀快，我就会变得特别的敏感，直到我证明我的刀比他的快，我才会觉得踏实。
你也是个玩刀的人，应该理解我的心情了。你干嘛这么紧张？你放松点儿，放松放松。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哎你。朴八子，这吓死我了！朴八子，我的刀怎么可能快过您呢？哎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试试。哎，你，哎，若不是，以后你就不要跟在我的后边。千金神力王在人里边是找不着对手的，那只好跟动物比力气。这动物里边谁的力气最大呀？啊，大象啊！哦，那就弄来一头大象。啊，这大象实在是太大了，这进不去城啊。这千金神力王呢，一声令下，派兵把这城墙豁开了个大口子，让大象进了城。结果呢，打了一个平手，这城墙被豁开的口子就改建了一道门，这就是今天京城的西便门。这位千金神力王啊，就是我的祖爷爷，一位响当当的铁帽子王。哎呦，这私自下令就把京城的墙给豁了一个大洞啊！啊，这可是大罪呀！这事儿是这么回事儿，那是因为有皇上的默许，京城的西便门就在那儿搁着呢。是，这西便门倒还真有。不过，这大清200多年了，铁帽子王不过只封了12位，您这总得有史可查吧？说得好，那就是王爷，你我有言在先，不能说。谢少东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之所以不露身份，正是为了避免扰民。微服私访，微服私访。哎呀，您可真是有爱民之心呐！哎，不过，咱们为什么非要跟戴老爷子过不去呢？人家都是60多岁的人了。哎，这姓戴的呀！谢少东家，您一个做买卖的人，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这些搞国事的呢？在我们搞国事的人的眼里，人从来不是什么具体的人。哟，这人要不是人，还能是什么呀？精神，精神。这现在啊，全天下的人都说我们满人不能打仗了，啊，说什么丧权辱国。我呀，就让天下人看看，我们满人还是能打仗的。对，现如今，东北归了日本，山东归了德意志，香港归了英吉利，美利坚是无孔不入啊，国将不国，那都是因为缺少了建国时候的勇猛精神。千金神力王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。戴海辰号称武功盖世，如果千金神力王的后代打败了他，就证明这股精神还在，这场比武将是振奋民心的大好事啊！哎呀，您可真是搞国事的人，想得太深了。那我能不能跟您深谈一下？王爷，啊，您先到院子里走走，我和谢少东家还有话要单聊。哎，哪能让王爷在院子里待着？我这儿有客房啊。王爷，您呐，到我客房里头休息一会儿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正好想到镇上去逛一逛。啊，哎，王爷，啊，那边。哦，非得是。那行，那朴八子，你小心了啊。呀！你为了讨好我，故意放慢了出刀的速度，结果丧了命。其实你的刀没我的刀快。我之所以那么说，
是想让你恨自己。想啥呢？我在想，正是走镖的当口，师傅不明不白的病了，又突然来了2个人比武，我总觉得这些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。你是说有人故意做局，想算计咱镖局啊？我只是猜测而已。我总觉得师傅的病不是那么简单，可是当着我的面，他又不肯说明。嗨，师傅嘛，必然有师傅的道理。顺哥，眼下咱最要紧的可是要走好这趟镖，这可是趟重镖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是啊，我知道。师傅常说，临大事要静心，可是为什么我一点都静不下来呢？师傅还说，越是到这个时候，越要挺直腰杆儿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后边撑着你呢。你说的对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能乱了分寸。听你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客官，来点什么？喝酒。哎，秀儿。啊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。您是将军？王爷。哦，一早听说镇上来了个王爷，就是您呐。您这是微服私访？你看我穿的这身，好像不是微服私访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是招摇了点儿。我这店小，没招待过王爷，有点紧张。您的随从呢？我这是华服私访。你少啰嗦，拿酒来。啊。此处风俗，客人喝酒，老板要看着吗？啊，没这风俗，只是我听说王爷喝酒都得要女人陪着。你听谁说的？都这么说。瞎说！贪官们喝酒，那才让女人陪呢。本王爷喝酒，不陪。其实当王爷也是很可怜的，从小就被30多个佣人围着，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一个人待过。一个人待着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。你说他可怜不可怜？您说过，当今皇上还得管您叫声三叔，想必您的可怜比他还要重。今天这酒节啊，先记账啊！王爷喝酒还记账？秀儿，有身份的人身上哪有带钱的呀？钱都是手下人给带的。王爷今天一个人出来，估计是忘了这茬了。哎呀，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啊！这不是你呀，我都想拿着扳指压在这儿了。你看，涨上了，这摘不下来呀。您这扳指啊，整条街都买下了。哎呀，有点意思，识货啊，识货。就算是得了病，那也得比呀。
额尔赫是铁帽子王，权势熏天，他说的话怎么能不作数呢？有您在，就可以不比了。大掌柜，要不怎么说我喜欢您呢？您呐，做买卖屈才了，不如去搞国事。哎，您是搞国事的人，不过呀，我觉得以您这样的身份啊，您千里迢迢来到我们泰国，就是为了比武，这说出去有点让人不信呢。要不怎么说我喜欢您呢？您呐，还真是有见识。其实比武啊，只不过是个形式罢了。我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奉朝廷的密诏，木饷。木饷，王爷，您为什么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啊？这国将不国呀，全因世上无英雄。本王爷要做一桩英雄事。你这个地儿不错呀，啊，我喜欢，我还会再来的。啊，好。就先记账。哎，你。就先记账。您慢走，王爷。哎，慢着，这门怎么这么小啊？慢着。何叔，他真的是王爷吗？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南方打仗要钱呢，我们这些王亲贵戚怎么能够尸位素餐？还不得为国家为皇上尽一份力？再说了，晋商百年，那都是一等一的义民呐。您抬举，国家有了难，能不报效国家吗？不能。国之将亡，毛将焉附啊！您出个价。您这是什么话？出个价？我是搞国事的，不是什么买卖人。您还是出个价。32000两银子。32000两。好。这32000两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大数，不过我是个买卖人，买卖人呢，得看货宝。敢问您的密旨呢？有铁帽子王在，还要什么密旨啊？我们奉的可是口谕。口谕啊！哎呦，口谕，那就不好办了。不过您没有密旨啊，我这儿倒是有一份这个山西巡抚发的通告。他说呀，最近这个局势不稳，有一些骗子冒充王公贵戚，招摇撞骗，发国难财，啊，让我们民间商会协助调查。要不，您看看，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的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们就不麻烦商会了。王爷，王爷已经走远了，我得去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一声。少赔了。请。赵东家，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个同哈是个骗子无疑，那个额尔赫倒是有点来历。他手上的扳指上面有乾隆爷的章，这是宗室的东西。老乔，你把吴老爷子请过来，他在翰林院待过，熟悉那些宗室的玉牒。一张药方就吓跑了，还搞国事。大镖头，大镖头，匾被人摘了。走。同行，你谈完了？嗨，别提了。哎，
你怎么把人镖局的匾给摘下来了？嘿嘿嘿嘿，我把镖局的匾摘了，戴海神非得出来跟我比武了。不是，不是你怎么我？这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少东家，对不住了，今天要借你的地方，讨回一个镖局的脸面。他可是王爷，你们敢动王爷？王爷，我看他是假的。大清朝哪有这样的王爷？如果是假的，镖局准备怎么办？摘了镖局的匾，那就是跟镖局结了血仇。他要是假的，这人在山西就没了。哼，你说我是假的，有点意思。怎么证明你是真的呀？这个容易。谢东家，本王爷今天给你来个水缸上房，你看仔细了啊！哎，王爷，咱们就别玩这水缸上房了，砸坏了这御赐的匾额，我可担待不起呀！啊，那就怪你没眼福了。王爷，您可真是神力过人呐！雕虫小技，雕虫小技，看见了吧？我身上流的是千金神力王的血，这千金神力王就是铁帽子王，假得了吗？啊！不管你是真是假，咱们都要见个高下。那太好了，我来这儿就是要比武的。大镖头，大镖头，来，借一步说话。过2天咱们不就要出镖了吗？这个时候就别节外生枝了啊！少东家，他摘了我们镖局的匾，就等于摘了我们的脸面。没了脸面，我们还怎么走镖啊？哎，你到底是比还是不比啊？明天一早，镖局见，等你。等等，明天跟我比的是你还是戴海神？你没资格跟我师父比，先打赢我再说吧。把后面的事情该给他准备就给他准备准备。王爷，有把子傻力气吓唬谁呀？这2桌吃完了，不要再进人了。今儿你这饭店我包下了，包3天。哎，是赊账吗？嘿，什么话？这话要是搁在京城，你这店啊，立马没了。陈师傅、李师傅，你们这是？他们2个的花费记在我们镖局的头上，不过人麻烦您给我看住了。要不2位里边请。不了，您忙您的去吧。哎，慢走啊！哈哈哈哈，怎么样啊？我们王爷可是太古镖局的贵客，他们这么哭着喊着求我们留下，我们都没留，选你们这儿，怕是你们的造化。造化可不敢当。不过我们开的是饭馆，没有客房。你们要是想留下的话呀，就得像伙计似的，夜里拼桌睡。呵呵。你是王爷，受不了这份贱吧？王爷我是千金神力王的子孙，不是那些纨绔子弟。大丈夫马革裹尸尚且不惧，何惧睡桌子呢？哼！一
何叔，他们会不会是镖局派来监视咱们的？看着不像，不过也说不准。不管是不是，反正这个地儿，我是不想待了。秀儿啊，你要是想走，也得把少爷交代的事情完成。我感觉这些日子，镖局会走中标。这个时候不想节外生枝。少东家，你也看到了，是他们先摘了镖局的匾。这两个人来路不明，不管比武是输是赢，后果都不好收拾。不管输赢，后果都由我来承担。我是怕你承担不了。这是镖局的事情，就算他是真的王爷，这场武，我也是一定要比的。您的镖，我会按时押送的。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先告辞了。老板娘，什么事儿？有好事儿，快开门。夜深了，睡下了。灯还没灭呢，别蒙我。告诉你啊，真有好事便宜你，过这村可没这店了。童爷，这深更半夜的敲一个妇道人家的门儿，不合适吧？啊呸！你把我童爷当成什么人了？童爷是正人君子，君子坦荡荡，哼，不怕人家嚼舌根。那您请吧。一个被夺了爵的王爷，应该是不会错的。他祖上是被乾隆年间夺了爵，算下来到现在也100多年了。一个被夺了爵的王爷，那他就是平民百姓了。咱们也用不着跟他客气。他虽然祖上被夺了爵，但他毕竟是宗室之人。这再说，京城里的那些皇亲贵戚，关系复杂的很。前代被夺的爵，后代恢复的还有。我看这种人，咱们还是能不得罪他，最好别得罪他。我老爷说的是，我们还是谨慎一些的好。童爷，你就真忍心把王爷扔下，自个儿跑了？什么叫自个儿跑啊？我童爷那是有国事在身，不宜在此处久留。给你们个机会，让你帮我，那是你们的造化，可不是一般人都能遇得上的啊。您还是把这造化让给别人吧。拿张纸来蒙人，您这骗术也够拙劣的。风麻燕雀，您算是哪一门啊？原来是老何呀！江湖救急，江湖救急了。如果能行个方便，日后必有一份人心。别跟我点春，我不懂。拿张纸来蒙人，别说您这银子是假的，就是真的，我也帮不了您。那些个达官爷可都是会武艺的，回头您拍屁股走人了，我这店可就关门了。哼，您还是请吧。哎呀，我是真替您可惜呀。您呐，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机会。走不走？再不走我喊人了。哼，得。师哥，明天你有几成把握呀？我跟他听过劲儿，他用的是形意门的刚劲。除了师傅之外啊，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强的力道。那非比不可吗？你知道的，摘匾是镖门的大忌。听说他是清贵。清贵不知礼，更应该让他受点教训。要是爹在就……蓉蓉。
就算师傅没病的话，这个脸面也应该是我讨回来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不过师哥，刀枪无眼，你明天要万分小心。师傅说过，抡刀上阵需放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刘爷，这筋骨是给您接上了，可这内在的病可是长上了。这刀啊，会暗示主人的命运的。刘爷，最近您可得多加小心呐。哎，刘爷，那刀已经使不得了。万事想来都在我的命不在这把刀上。比武以性命相搏，命是天给的，你得敬神。神是要敬的，你们敬你们的神，我敬我的神。你说师哥会不会赢？韩顺这些年的刚劲儿，有了一定的火候，寻常应急不会有什么闪失，就怕遇到同门的高低呀。我去看看。站住！
你已经输了。我没输，我不服。什么服不服？输了就是输了，再往下比，命就没了。锡兵，是我输了。